指挥官与妻子以及他们的5个孩子一起住在与奥斯维辛集中营仅1墙之隔的家中。电影仿佛纪录片一样记录着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一家的日常生活，假日的郊游、生日庆祝、收拾家务、设计花园、招待亲友。在影片进行到约2/3的时候，才迎来了第一个较大的情节发展。指挥官即将被调任新职，搬往柏林。妻子无法接受离开这个自己精心打造的完美家园，于是让指挥官独自去赴任，自己则与孩子留在了奥斯维辛。指挥官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得以在短短几个月之后便调回了奥斯维辛与家人团聚。看完整部电影，没有一个镜头直接向我们展示集中营内部生活的残酷，但透过一家人的身份，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加之奥斯维辛几个字，让每一个观众心里都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含义，让我们无法忽视镜头之外的另一个故事。豪斯家的家园与奥斯维辛共享着一段围墙，电影中许多固定镜头都以这段围墙作为背景。围墙的这一边是绿草茵茵，花卉绽放，主角们漫步嬉戏。然而我们却感到一种奇特的透视，围墙另一边的种种也同时在上演。即使葡萄架能遮住围墙，却掩饰不住高耸的烟囱、咒骂声、鞭打声、枪声和哀嚎声。在过往的类似题材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苦难的一方，施暴一方的形象要么残忍变态死不悔改，要么良心尚存自我谴责。但不管哪一种，与本片中的描述相比，都显得呆板到有些苍白。在这部电影里，施暴方被通过几个不同的层次表现出来。军官本人作为集中营的指挥官，他的本职工作就是杀人。在跟随镜头观察他的日常工作时，我们发现这项残忍的事业被数字和技术问题取代了。如何设计毒气室，焚尸炉的结构如何改良以达到更高效率，如何处理火车运来的10万100万的犹太人。即使站在辉煌的舞厅，他想到的也只是面对如此高挑的建筑结构，怎样才能最快地毒杀所有人。我们很难去区分他究竟是对杀人上瘾，还是对于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瘾，又或者是以后者包装着前者，从而自我麻痹。对于他和他的妻子来说，这份工作是他们通往幸福生活的通道。电影中有几个地方很巧妙地暗示了他们从这场战争屠杀中获取的社会地位。其中最令人动容的画面，或许就是妻子在穿衣镜前试那件曾经属于集中营里犹太人的裘皮大衣。这件由特殊渠道而来的大衣，让这位奥斯维辛女王爱不释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来的2手口红，也毫不忌讳地据为己有。这暗示了他在战前的社会地位不见得很高，可能尚不如这件大衣的原主人。另一个呼应来自妻子的母亲，她在注意到集中营的围墙后，向女儿感叹，之前雇佣自己的主人，现在或许就在这个集中营里。这也表现了战争带来的社会地位的转变。而后来他们一起坐在花园里，母亲感慨，女儿终于混出头了。仅从物质生活的角度上讲是这样的，抛开历史背景，指挥官和妻子生逢其时又入对了行，埋头苦干钻研技术，家庭和睦改变命运，是典型的模范家庭。他们甚至带着类似美国梦的色彩，在我看来，这也是和电影的主题最契合的地方。也许为了成功，每个人都不得不去定义一个利益区域，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最大效率的工作和生产。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利益区就是完成工作、经营家庭、养育子女，再普通不过了，再正常不过。但是当良心被排除在了利益区之外，并且长时间的缺乏审视反思，这份效率就可能会向着错误甚至于可怕的方向发展。电影中另外的视角来自于孩子们，不同于他们作为战争中流砥柱的父母，孩子的利益区域是被父母定义的。孩子们对于集中营传来的惨叫声习以为常，他们的玩具是犹太受害人的牙齿，好可怕。也会在兄弟之间玩毒气室游戏。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或许真的无法去质疑自己所处世界的正当性，而在不知不觉中对残忍免疫。在焚尸炉的火光将家映照的血红时，最小的婴儿不住地啼哭，
或许是对人性本善的暗示。如果白天看到的是黑暗，那么在黑夜你也会看到光明。另一丝极为微弱的关于人性的暗示来自于那个多次梦游的女儿。每当指挥官把她带回卧室给她讲故事哄睡时，影片就会展示热成像仪下犹太女仆给犹太人藏苹果的画面，四周都是黑暗的，唯有人是呈现发光的白色的。那这发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人心真正的善良，是黑暗年代的人性在发光。这一情节源于一个12岁波兰女孩的真实事迹。尽管影片中犹太女仆和指挥官的女儿没有直接互动关系，但两个情节相伴出现，以及那些比画面本身更为诡异的音效，让我仿佛感受到了角色自己或许都不明晰的两清不安。我想单独说一下妻子母亲这个角色，她出场的时间不长，但也是点睛之笔。在主要人物中，她的年纪几乎最长。经过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战败国的一方，更是体会过战争过后妻离子散的痛苦。尽管在最初来到时，她由衷地夸赞女儿的家居，亲吻许久未见已经生疏的孙子孙女，为女儿一家的美好生活由衷的开心。但就在艳阳下，她也是唯一一个主动提起墙另一边的人。在夜晚的火光中，他听到毒气室的惨叫，闻着空气中的臭味，看着奥斯维辛火光冲天。他猜到他那些犹太邻居们的遭遇，既震惊又悲伤。第二天一早便不辞而别。母亲的行为变相揭露了当时的德国纳粹政府对人民隐瞒灭绝人性的暴行。对此凸显了女主角同她丈夫一样，对各比集中营里的人没有半点的同情。母亲刚来就能猜到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天天生活在这里的女儿肯定也知道，但她选择麻木，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别人的死活与我无关。在午夜无人的走廊，指挥官在身体不适的同时，一抬头，镜头切到了今天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往日的杀人场成了今天的博物馆，死人的遗物堆积如山，成了对历史沉重的审判。镜头切回指挥官，我不觉得他真的看到了未来，但是不是在那一瞬间，他对自己信仰的事业有了一丝疑惑？不过那也只有默默走入黑暗中的他自己知道了。而那些未来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认认真真又例行公事地擦拭着展品展柜，对着堆积如山的犹太遇难者的遗体早已熟视无睹。这是不是也在警醒着我们麻木的心灵呢？影片最后的那个穿越时空的眼神的超现实设计，仿佛纳粹德国时期的指挥官也在注视着如今的我们。与此同时，是我们在观看100年之前的他和他们。这种感觉让我感到，那种看似极端到不可置信的恶，或许离我们并不远。即使是看似正常的人生，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也能那样轻易地走入恶的陷阱。女孩发现乐谱，回到家弹奏。乐谱名为 Sunbeams 阳光。约瑟夫·伍尔夫在1943年集中营里创作。作为奥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是几本关于纳粹德国和大屠杀的书的作者。经历了战争，逃过了集中营的他，此后一生都在努力去揭露和警醒纳粹罪行，但感到效果甚微。1974年，他跳楼自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流传最广的作品不是那些著作，而是这首《阳光》。在他写给儿子大卫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出版了18本关于第三帝国的书，但都没有效果。大屠杀者至今可以自由地四处走动，住在他们的小房子里，养花种草。